万代 MB 系列10年了，发布过很多作品，但仅有3支定价超过了3万日元。它们分别是海盗 X1 全装版、能天使10周年版、F91 编年史白色版。从包装来看，海盗最厚， F91 大小垫底，能天使最为独特，一直都有买盒子送高达的说法。它的发售时间是18年，考虑到通货膨胀，其实它才是定价最贵的。海盗和 F91 都是今年的产品，我还没开箱，那么就按价格从低到高一个一个看过来吧。这款 F91 是庆祝高达 F91 30周年而推出的，由大和原邦男监修。盒子虽然不大，东西却不少，除了本体还有3层的配件，装着本体的盒子呢也有少许的零件。这些就是所有的东西了。画面的左边是 F91 及其常规配件，右边呢是 MSV 配件包的东西。F91 本体的头可以变形，此外还有一个非变形的替换头和替换脸。配的2个天线看起来是完全一致的。再装上背包、VSBR、光束发生器，基本的安装就完成了。F91 身上有几处有趣的小机关，比如肩上的散热鳍片、小腿的鳍片都是可以展开的哦。侧面裙甲也可以打开，里面还可以收纳光束刀柄和光束发生器。VSBR 也有几处可以展开。本身呢是安装在一个弧形的导轨上，顺着导轨可以把它拉到前方。背面的裙甲有一个打开的装置，用来收纳光束步枪和光束发生器。F91 自带的 MSV 配件包曾经是以混线形式发售的，主要包括了动力型武器和双 VSBR。动力型武器配套的替换肩甲比之前的肩甲更为华丽，肩部的上层可以展开，侧面呢还有金色的散热鳍片。只是我实在掰不下来旧的肩甲呀，凑合看看效果吧。将导弹发射器和光束加特林简单变形合体后，就是动力型武器了。VSBR 包含上下2组，每一组都有左右2个。装好后呢，一共就是4支光束步枪。连接件的关节非常灵活，可以摆出不同的形态。腰间配上动力型武器的4连加特林，更加威猛。再装上它的常规武器，武力值拉满啊！即使是这样，还有挂不下的武器呢。我个人是喜欢挂满长枪大炮的，但这种略显臃肿的姿态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吧。这款 F91 盒子看着不大，里面的东西倒是比想象的多。把玩比较友好，战士党都可以摆出各种姿势。颜色呢是偏灰的珍珠白，有一点类似放久了褪色发黄的颜色。在大面积的白色中透出的金属件，比如膝关节、胸部蚀刻片、VSBR 展开件、肩部散热鳍片，我都觉得非常好看。金属
属的光泽和锐利表现得很棒。它最大的缺点可能就是价格了。编年史白色 F91作为一支通贩 MB， 即使带了 MSV 配件包，但盒子看起来单薄的普通啊，颜色不算讨喜，本身又相对来说冷门，这个定价可能对很多玩家来说并不值。如果说 F91 单薄的包装劝退了不少潜在玩家，那接下来要开箱的全装海盗 X1 可谓诚意满满，同样也是3层配件加本体，但看起来分量十足。大大小小各种零件，相比之下 F91 不太够看了。装上标志性的位于胸部的骷髅之心，手臂的 X 型标志器，后背的核心战机，即可再现骷髅高达 X1 改骷髅之心。武器的玩法也是非常多，光束斩刀和破坏枪可以挂在腰间，斩刀的前端呢可以放上特效键，还能像漫画设定的一样和破坏枪合体成为斩刀破坏枪。手臂上的标志器可以装上盾型特效键形成光束盾，也可以展开后装上锥形特效键，就变成了用于近战的光束刀刃。小腿后侧可以拔出热能匕首的刀柄，刀刃也可以装在脚下。它的裙甲同样也暗藏玄机，前裙甲可以取下来变为剪刀状的毛，剪刀毛的前端还可以连上光束斩刀，而后裙甲呢还原了收纳螺旋钢边的设定。骷髅高达 X1 改最瞩目的武器就是孔雀弩了，含有9发光束枪以及可动的展开设计。此外，玩具还有全装形态时的武器村正刀。村正刀有一定的变形，两侧一共有14个光束发生器，侧面和顶端都可以装上特效键哦。接下来给它穿上全装吧，胸部比较简单，取下骷髅之心，换上胸部披风即可。肩部的披风部件就没有这么容易了，我的经验是把本体的肩胛取下来装会更好弄一些。另外，披风内侧的热能刀也是可以伸出来的。最后加上领子和核心战机就完成了。这款全装海盗 X1 由漫画作者长谷川裕一监修，形态还原到位，涂装的细节也可圈可点。和 F91 类似，本体的头也具有一定的变形，可以张开嘴部进行散热。此外还有一个非变形的眼罩替换头。全装形态霸气外露，缺点呢是活动性比较受限，武器也不能多拿，适合战师。想要摆姿势的话，最好还是不要全装。披风可部分拆卸的设计也是很贴心了。两款新品开箱出来，最大感受就是东西好多啊，它们的高定价都在丰富的配件上了。这一支能天使10周年版，它的贵就是另一个套路了。当年的发售不是通过普通的购买形式进行的，而是抽选。
宣传上，万代主打了3大卖点：外观、配件和包装。外观方面，金属色和珍珠色混搭的多重彩色效果，使得玩具呈现一种特别的光泽感。虹膜电镀技术给太阳炉和支援电容增加了彩虹的光辉，而电缆上透明件的使用为玩具带来更多层次感。整体来说，外观很独特，至于喜不喜欢就见仁见智了。配件方面，通过替换外甲可以再现能天使的3种形态。然而事实上，换外甲并不方便，像我摆出来之后就没有再变过样子了。最后一个卖点，包装。纯黑背景，浮雕般的标志和字样，再加上淡绿色的支援粒子，确实好看啊！打开里面也是一样的奢华。一句话来说，3大卖点里的外观和配件其实不算多亮眼，玩家最在意的可能是包装。这3款 NB 产品，我依旧用惯例的雷达图打出了心中的分数。总的来说，我个人还蛮喜欢的。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它们都是变相再版，错过了旧版的朋友倒是个不错的入手机会。已经有旧版的话，可能就不是很值得了。这3只史上最贵 NB， 一个呢是人气机体周年纪念，另2个是配件繁多捆绑销售。如果结合一下，我有个危险的想法，明年是 Seed 20周年，到时候要是来个20周年纪念完美抢袭，这价格岂不是要奔着5万日元去了？你会想要吗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是月生，喜欢的话不妨点赞关注一下哦。